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，我是王炯。今天这期视频没有什么具体的新机，没有什么具体的新产品，比较特别啊。今天跟大家聊的是手机划痕这个专题。我们一开始做视频的时候，就有很多小伙伴问我们，你分享了那么多技巧，分享了那么多新机，这个手机屏幕划痕到底怎么解决？之前呢，我们在白问的这个节目里面呢，大家讨论过，但是也不是非常全面。这期视频呢，我们就给大家集中测评一下目前主流的消除手机屏幕划痕的6大方法。我们工作室测评了这么多手机，其实很多手机上也都有划痕，这个划痕问题啊，也是我们一大困扰。手机屏幕划痕到底可不可以用外在方法进行消除？这期视频给大家聊一下。食用油、牙膏、爽身粉、砂纸、屏幕抛光粉，还有屏幕修复液，这6种方法大家可以先走一波弹幕，猜一猜哪个最有效果？我先猜听着最高大上的这个屏幕修复液吧。不客观之点，小白测评，手机屏幕划痕修复专题马上开始。2019新年换新机，旧机也别扔，卖手机也可以货比三家，交给小白优品回收，价格公正，当天打款，没扯皮没账期，全网高价，符合描述，绝无故意折价。小白优品只为价值买单，赶紧扫码上车。正式开始之前，不急，先戴套手套啊。安全还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先来第一种牙膏去划痕，这种方法你在网上一搜，很多小妙招似乎好像都教过你。我们按照网上说的方法，将牙膏涂抹在手机划痕处，用专门擦拭手机的绒布对手机划痕处进行擦拭，擦拭30分钟，我们统一标准，后面也都是30分钟。手机划痕没有任何改变，而且还破坏掉了原本手机屏幕的疏油层，可以从手机屏幕擦拭和非擦拭的地方用水滴划过，表现还是非常明显的。这个方法不但不行，还有破坏效果。第二种方法，用植物油涂上去，同样用擦拭手机的绒布对手机划痕处进行擦拭，依旧是30分钟，和你想的一样，基本是然并卵，没有丝毫效果。所谓的植物油修复手机屏幕划痕也是无效的。第三种，宝宝爽身粉，这种方法也有很多网上的什么小妙招节目都介绍过啊。实测去划痕又怎么样呢？按照网上的说法，将爽身粉和水搅拌成膏状，用绒布对手机划痕处进行擦拭，依旧擦拭30分钟，除了桌面布满了白色块状的粉末，依旧没有任何效果。前3种全部都不行，测试到这儿的时候，我们手都已经酸了，已经心灰意冷了。第4种，用细号的打磨纸进行打磨，这听起来感觉好像更有破坏性啊。我们在某宝上购买了13000目的砂纸，这好像是某宝上买到的最细的砂纸了。这个目呢，就是砂纸的粗细单位吧，你简单可以这么理解。数字越大，这个颗粒感呢也就越小，用手摸上去完全没有割手的感觉。你可以将砂纸剪成小片状以备使用。这次我们特意只打磨了这条长划痕的一半，这条虹膜已经着实被我们折腾了半天了啊！另外一半专门留作对比，用手打磨没一会儿，效果就很明显了。划痕处呢明显变淡了一些，原本划痕两边的这个毛刺呢基本上也都没有了。当我们对砂纸打磨充满非常大的希望的时候，发现打磨30分钟之后，划痕依旧存在，只是和原来相比变浅了一些，同样也不能彻彻底底的消除划痕，但是确实是我们到目前为止第一个有实际效果的方法。传统的小妙招、民间方法全都测试完了，我们再来试一试专门从某宝、某东上购买的屏幕抛光粉和手机屏幕划痕修复液，按照卖家提供的视频教程进行混合打磨，同样也是打磨30分钟，效果和砂纸打磨出来的其实差不太多，划痕依旧没有完全消除，但是确实明显变淡了。你购买的其实是一个小套装，商家呢还送了什么纳米镀膜液啊，听起来好像挺高大上，打磨之后肯定会破坏了疏油层，涂上去听着好像还挺有必要的。手机清理干净之后，涂抹这个镀膜液15分钟，滴上水滴测试，发现打磨过的地方确实要比不涂之前要顺滑很多，好像确实镀了一层膜。但是这个顺滑不过几分钟啊，好像也就是3-4分钟，手机被打磨过的地方依旧是不顺滑了。这个镀膜液蒸发还是非常快的，和手机屏幕原厂的镀膜是完全不能比的。最后第6种鸭肉出场的，就是和前面需要打磨方式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啊，也是我寄予希望最高的一个，采用液态2氧化硅修补屏幕划痕凹陷处。听着是不是最有科技感的一个？好像最有希望啊！我们按照说明将手机擦拭干净之后，将划痕填充液滴在划痕处，静置8个小时。我们将手机放置在工作室整整一夜。第2天发现手机划痕依旧存在，没有任何改善。配套的纳米镀膜液同样喷涂之后也没有什么效果，这玩意儿简直就是一智商税。希望大家以后再也不要信这个东西了。OK， 全部测评完成啊！我们这6种方法呢，基本上覆盖了目前主流你在网上能查得到的这些所谓
谓修复屏幕划痕的方法，但是经过我们的实测，全部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屏幕划痕。这个其实也在我们意料之中但是非常意外的就是最简单有效、性价比最高、最直接的方法，竟然是这个12000目的这个砂纸打磨。一开始我怎么也没想到啊，如果你就是裸奔党不贴膜，平时使用中出现一些细小划痕的话呢，这个砂纸是性价比最高、最有效的一个方法，我们也比较推荐。在整个这6种之中呢，只有这2种能有效的减少一些划痕的影响，其他呢全部都是呵呵呵。当然还有一种最终极的方法，那就是贴膜。这个贴膜的这个轻微的划痕呢，基本上就都看不见了，但是它不是消除划痕啊，只是障眼法让你看不到了。但是深的划痕呢，贴膜也是解决不了的。还是善意提醒大家，因为现在这个玻璃呢上面都是有镀膜的，有的时候呢并不是玻璃划伤，而是这个镀膜划伤了，所以说确实还是挺影响这个视觉观感的。实在接受不了，直接买新机就贴膜吧。OK， 这期呢也算是一个简单的辟谣视频。最后小白测评提醒大家，道路千万条，手机就一个，出门要裸奔，划痕2行泪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。除了视频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，大家扫码关注小白测评，每日新鲜资讯，每日语音，聊聊最新发布的手机，聊聊机圈的一些新闻之类的。另外，我们的小白品商城3天无理由退货，180天保修，我们新开启了回收的功能，新年换新机，旧机也可以交给我们的回收，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扫码关注即可。对我们的视频有什么建议，可以提问，我们的小微博。OK， 不客观真体验，小白测评。